江爷爷又开始人教版爬树了。福宝的兔子爬树是2位爷爷教的，如今瑞宝和辉宝也是爷爷教，难道爱宝自己不会教吗？刚开始是辉宝自己在练习爬树，奈何整个身子都卡在了树杈之间。爱宝在教瑞宝爬木桩，抬头看见辉宝不听安排，气不打就出来了。小小年纪走路都不利索，还想着去跑，想要成功就得脚踏实地，让你先从爬木桩开始学起，等有了攀爬基础之后，再去学习爬树。爱宝为了让辉宝体验爬树带来的危险，故叼着他往树上撞，随后又是一个360度大旋转，模拟从树上摔下来时空中翻滚带来的恐惧感，最后直接摔下木架。比起从高树上摔下来，爱宝更放心自己去动手，看起来下手很重，实则爱宝分得轻轻重。辉宝最后也老老实实爬独木桥去了。江爷爷见2小只已经走了基础，于是让爱宝好生休息，接下来由自己教辉宝和瑞宝爬树。江爷爷做事，爱宝当然放心。江爷爷选择了一棵倒下成45度的树干，辉宝跑过来抱着江爷爷的筒靴，江爷爷提起辉宝，让辉宝抱住大树干，奈何一不小心摔个4脚朝天，江爷爷忍不住笑喷出来，随后继续引导辉宝自己上树。江爷爷用手在前面指挥，辉宝一步一步靠近。这一次辉宝爬得非常顺利，现在就开始学如何下树了。江爷爷蹲下来鼓励辉宝，辉宝下树方式很正确，只是小短腿踩不到地面。相信总有一天，辉宝、瑞宝也会走向福宝的路，在2位爷爷的引导下，学会人教版爬树法。这只大熊猫是成精了吗？奶妈递给他一根竹笋，他却伸手还要一根，太搞笑了。今天奶妈给熊猫宝宝做检查，先是给了他一根，他一口下去嘎嘣脆。奶妈准备给他第2根，然后想等他吃完，哪知道他直接伸手过来，主动找奶妈要，真是太可爱了，像极了小时候伸手要东西的样子。随后奶妈上前抚摸熊猫宝宝，手里还端了一盘竹笋。熊猫宝宝是吃着手里的，看着奶妈盘里的，像极了我的老表，心还挺大的。奶妈叫熊猫宝宝先吃完，趁着他在吃，奶妈叫熊猫宝宝躺好，给他做身体检查，让我想到小时候去诊所，医生给我糖分散我的注意力，下一秒大家都懂的，我就不废话了。奶妈细心地检查熊猫宝宝的身体状况，熊猫宝宝还以为奶妈逗他玩，准备往奶妈身上爬，好在手里拿了竹笋，不然早就上手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先给他吃的，再去给他做检查的原因。随着熊猫宝宝吃竹笋嘎嘣脆的声音，奶妈也完成了检查，随后端着盘子走了。宋爷爷究竟做了什么，惹得福宝如此暴怒？一巴掌给竹子拍个稀碎。一开始福宝笑得特别开心，因为圣西姨母在给福宝拍照，可宋侍卫戳了戳福宝，福宝瞬间变了脸色，低下头不让宋爷爷摸耳朵，奈何宋爷爷根本听不进去，在镜头面前对着福宝又戳又摸又捏的。福宝可是娇贵小公主，在镜头面前当然爱面子啦，所以干脆躺下不理宋侍卫了。哪知宋侍卫不仅把手机夺了过去，还给福宝的花花也拿走了。最气的是宋侍卫和圣西姨母拍照，不给福宝镜头，到底谁才是主角啊？福宝怎么能忍受得了？让姨母不要和宋侍卫合照，但姨母也是爱漂亮的，宋侍卫镜头都拍到她了，当然要美美哒拉。福宝多次劝阻都无济于事，宋侍卫干脆叫姨母换个位置，离福宝远一点。可是圣西姨母还是爱福宝的，所以蹲在福宝前面拍照。哪知福宝一巴掌拍在宋侍卫手上，借花献佛，想得到美，所以极度成恨，憋着一肚子火要发泄出来，一个熊打滚，在地上疯狂抓挠，再一个翻滚，给竹子一顿咔嚓。谁要你的竹子？臭宋侍卫！福宝又开始霍霍小树，这棵树宋侍卫专门给福宝种的，但福宝正在气头上，才不会管那么多。谁叫他惹噗噗公主生气了？福宝把整个场地的绿植都给霍霍一遍，就连江爷爷种的油菜花都遭受摧残，果然是吃油的坐骑。平时可可爱爱，人畜无害，发起怒来却恐怖如斯。熊猫天生力量大，这时估计一巴掌就能给宋侍卫干晕。毕竟当初宋爷爷身穿棕熊玩偶服，试探福宝的胆量时，被福宝一大笔兜，隔着玩偶都给宋爷爷拍得晕头转向。那会儿还只是试探性攻击，若是福宝全力以赴，大家说宋爷爷会在医院躺几天呢？
你没听错，这是大熊猫张嘴要竹笋的声音。这魔性的叫声令我做梦都被缠绕。大熊猫叫兰香，在带娃期间实现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生活，饲养员也是对它宠爱有加。看在它专心带娃的份上，考虑到熊猫宝宝睡得正香，而且还需要一只手抱着，因此兰香不宜走动，所以把竹笋包好给它。本以为兰香至少会用手去接，哪知道她直接张嘴就要，整得好像谁没带过娃似的。瞧瞧我们成大，为了一口吃的，还得用宝宝去换盆奶，甚至一个苹果就可以抱走2个娃。你以为他是傻吗？他知道奶妈不会伤害他，所以一来可以换吃的，二来可以自己轻松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相对比兰香，成大还是缺点经商头脑，毕竟人家更胜一筹。但这不是饲养员的问题，要怪只怪成大平时不好好带娃，所以网络都流传一句话：成大带娃，活着就好。要是成大和兰香一样，估计也能走上雄升巅峰。导致成大与兰香拉开差距的只有一个细节，那便是抓住机遇。兰香本可以自己动手，但他借助时机，让饲养员心甘情愿把竹笋喂到嘴边。所以说，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物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一定牢牢抓住。熊猫之所以能成为国宝，也是同样的原因。虽然物以稀为贵，但熊猫温顺可爱，通人性，才能深得大家的喜欢。换做其他猛兽，顶多只能被保护起来。最后愿点赞的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荷叶把花花连拖带拽送下楼梯，随后叫他去打滚。花花小手一挥，才不跟你玩呢。到了下班时间，花花已经回家了，荷叶却没玩够，一个熊打滚后，想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于是再一个打滚去找姐姐了。出来之时，花花被荷叶当作玩具拽出来的，姐姐想要反抗，却被弟弟死死压住，随后起身站在姐姐前面，头一摆，又是一个熊打滚，意思叫姐姐去玩。花花小手一挥，你自己去玩吧，我可要下班了。下班不积极，脑壳有问题。荷叶听了不乐意了，又把花花给拽了出来。两姐弟在楼梯上耗着，但花花怎么可能斗得过荷叶？下一秒，花花直接翻滚了下来，荷叶站起身又是头一摆，但花花只想下班，还没等花花爬进屋里，又被荷叶冲上去拖了下来。此时的花花无比绝望，荷叶太调皮了。花花终于发怒，冲上去要教训弟弟，结果发现打不过，赶紧往家里跑，怎料又被花花抓住。花花斗也斗不过，跑也跑不掉，多么痛的领悟啊！弟弟扶着他说：“姐姐别灰心吗？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强。小时候你不是霸王花吗？你把那股劲儿拿出来，弟弟我不得五体投地呀！”荷叶调侃花花，拖住花花一发力，把花花翻了个身。其实他们俩只是闹着玩儿。关于荷叶与花花的关系，真爱粉都知道，他们情同手足，平时嬉皮打闹，真正需要彼此的时候，一点也不含糊。很多网友认为这才是姐弟该有的相处方式。话说回来，有这样一个弟弟，你几点回家呢？熊猫蔓越莓这是成精了吗？与羊奶爸一起趴在地上看书，一动不动可认真了。干饭的时候也要贴着奶爸做，真是太粘人了。网传一句话，有种爱叫蔓越莓与羊奶爸。蔓越莓吃的竹笋都是羊奶爸亲手包的。蔓越莓接过竹笋后，竟然耗尽奶爸，叫羊奶爸挪个位置，随后贴着他坐了下来。羊奶爸说：“你什么级别？敢和我平起平坐？没办法，谁叫咱是国宝呢？”羊奶爸也只能认真的给蔓越莓包竹笋，这待遇相当安逸。蔓越莓一只手拿一根竹笋，嘴里吧唧吧唧吃的特香。羊奶爸也使劲儿给他剥去外壳。一般的熊猫哪有这样的待遇？所以说与奶爸搞好关系，相当于抱大腿，往后的日子可谓享福。羊奶爸腿都蹲麻了，拍拍蔓越莓，也叫他过去点，把自己的位置都霸占了。小样，屁股还挺大的呀。干完饭后，羊奶爸与蔓越莓趴在地上看书，两者窃窃私语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好想凑上去偷听，瞧瞧他俩这姿势，不知是谁学的谁，竟如此统一。只是蔓越莓腿短了点而已，否则肯定会有人说这哪里是大熊猫，分明是玩偶，里面藏的有人，我都看见拉链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也太萌动人心了吧。